2024年12月，随着某东方大国的6代机低空遛弯时不慎曝光，这也让20年前世界各国摩拳擦掌的含金量还在提高。作为一个赛博吃瓜人，星辰我的保留乐子就是看一下别国的反应。果不其然嘛，五角大楼紧急加班畅享7代机，隔壁本子呢愣是憋了1周才报道，而且语焉不详。最点中点的要数印度，各路印媒评论区堪称大型破防现场。作为一个印度人，我希望大家去中国看看，忘掉战斗机吧！中国在各方面领先印度数光年。我们印度将购买2架3代机并一起，然后声称拥有了6代机。连一向遇到中国话题就激动的印度甲亢姐，这次也一脸生无可恋，只在最后酸了句：“看他们没有实战经验。” And they haven't fought a war in almost 45 years. So if the shooting starts, will China's shiny new toys survive? Well, that remains the biggest question. 每日印度呢，则邀请了3位空军专家辩经。当主持人询问双方差距时，一名空军军官答道：“我们连光辉都造不明白。嗨呀，活久见呐，3个都学会谦虚了。”大家好，我是过年胖了10斤的星辰。好久啊都没关心印度了。今天正好接着事儿呢，复盘下2024年印度军工的史诗级进展。自从在中文网堪称传奇的次世代超级坦克阿琼成功服役后，自力更生的印度呢，并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早在2021年，为应对高海拔地区某不明装甲力量的威胁，印度国防部发布了一款全新轻坦 PPT，2022年3月批准开发。这次依旧是嘚儿都勇敢地站了出来。10月坦克模型公开展出，2024年原型车呢就已隆重亮相，并命名为佐拉瓦。从立项到原型车耗时2年半，这是真的快呀，效率简直非印度啊！那么这坦克靠谱吗？你别说，虽然还是货架买，但纸面实力相当不错啊！比利时科克里尔的炮塔，法国赛芬的瞄准系统，美国康明斯的发动机和艾力逊变速箱，还配备自动装弹机，底盘是印度自研的通用底盘，不过看着像毛字 BMP 结合韩国 K9 改，低情商高精集合体，高情商军工偏好饭。如果搭配合理，不乱改设计，如果不半路新增功能，如果设计指标不整抽象参数，那这坦克绝对正经，至少比老美那个 M10 不可强。但是这可是印度啊，一个造阿琼能中途3次改设计的国家，一个研发步枪啊恨不得把全部优点缝合一遍的国家，更是潜艇下潜忘关舱门盖的国家。果不其然呢，3个一如既往的在佐拉瓦上加入了自己的奇思妙想。比如右侧那个类似空调外机的箱子，就是反坦克导弹发射箱。由于没造好，先预留了位置。怎么说呢？轻坦带这玩意儿啊，也算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啊！你主炮烧火棍吗？两侧还装有可拆卸幅度箱，使佐拉瓦呢具备2栖功能。考虑到此前印度坦克兵演习遇山洪淹死的新闻也不是不行，问题是涉水深度高达 1.5 米。我的评价是，要什么浮箱啊，不如给车组每人发个勺啊，往外舀水就好了。对了啊，鉴于印度佐拉瓦师承韩国 K21 战车，这玩具车啊也是号称涉水 1.5 米。结果2009年刚服役，幅度使发动机进气口进水，导致熄火，当场沉没。2010年同样事故重演，还淹死1名士兵。他日3哥的佐拉瓦若是闯出此等祸事，记得来星辰我这里圣地巡礼啊！可能是搞出了个最终阿琼留下的心理阴影，这次佐拉瓦硬性限制25吨，什么概念呢？且不说40吨的美国 M10 布克还被吐槽防护差，就连3哥研发了20多年草草收产的阿布哈伊步兵战车都有23吨，真
突出一个轻啊。当然了，25吨其实不是啥大问题，问题在于印度特有的对着弹孔画靶加塞一堆装备，为了重量达标，那就只能稍微牺牲点防护。至于牺牲多少呢？佐拉瓦的纸面数据是能全向抵挡14.5毫米穿甲弹啊！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开发商 LT 公司还表示，为了进一步提升该型坦克的防护水平，该坦克未来将增加主动防护系统。未来别急，还有高手呢。橡胶履带其实不是说这玩意儿不好啊，如果用在超轻履带车辆上，不仅能大幅减重，而且更换方便。但放在这个25吨家伙上，还是高原作战，并且橡胶履带的性能极大取决于花钱多少和供应商技术。考虑到这是三哥，不出意外的话，大概是要出意外的。最抽象的是，印度喜欢以神话故事和古印度英雄命名国产武器，比如光辉战机阿琼坦克烈火导弹维克兰特号航母而这个佐拉瓦的原型也大有来头，此人全名佐拉瓦辛格，官至西克帝国总督。最出名的事迹是1841年率军入侵西藏途中，刚交上火，被藏军从马上打下来，然后一矛捅了个透心凉，脑袋被送到拉萨枭首示众给坦克取个无头将军的名字，相当于肯尼迪牌头盔，安倍晋三防弹衣，我都不知道这是咋想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呢，此人的生平后来被三哥加工后封为印度拿破仑，如法的属于是总之坦克的名称、不突的参数、神奇的印度，你说它是步战车吧，带不了几个人；说是轻坦吧，顶了个大脑袋，且防护约等于裸奔，身子呢又像步战车，我愿称之为轻型2栖水稻收割机，有一种星辰我化身垃圾佬，自我组装键盘、鼠标、主机、显示器的抽象美不过呢，能用。有用，没强行国产搞成世纪工程，在印度来说已经算是一款非常优秀的装备了。2024年，印度陆军初步决定订购了59辆，最终计划采购300辆，预计2027年列装。当然了，聊印度军工不聊光辉，就像玩游戏不玩原神，人生是不完整的。作为1983年立项、2001年首飞、2015年服役首级的博物馆老将，光辉在2024年也焕发了第二春。3月以印度飞行员驾驶光辉训练时成功实现了一次性空对地人工制导，说人话就是摔了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吧。好消息是出于印度特色的老带新模式，老光辉才衰20多天，首架升级版光辉 MK1A 成功首飞，配备数字化雷达警告接收器，更先进的相空阵雷达，先进超视距空导弹。印度空军司令乔杜里更是将其描述为帮助空军本土化制造的旗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首飞时间在原定向空军交付的最后期限3月31日前3天。印度嘛，不稀奇。更好的好消息是，这次延期问题真不在三哥，因为问题更严重木有发动机。经常造飞机的都知道，本着自主研发、全球采购的好习惯，光辉用的是美国通用 F404 发动机。2021年呢，印度斯坦航空斥资7.16亿美元，从通用采购了99台。这份合同曾被印媒盛赞为开启两国合作的新纪元，但至今3年过去了，发动机交付量为0。怎么个事儿呢？通用的解释是供应商出了点小问题。2024年8月，国防部长辛格率代表团亲赴华盛顿磋商，可不敢丢发动机发动机要是没有，光辉就不保了。在国防部长亲自介入下，通用承诺11月开始交付发动机，每月2台。为了确保如期交付呢，还专门重启了波士顿工厂因疫情关停的一条 F404 生产线，并邀请印度代表团前来参观。怎么样，够倡议吧？而印度也大气表态，本次延期决定不对通用罚款。结果您猜怎么着？等到11月，通用又割了，预计首批发动机要到2025年3月，比合同规定的推迟了2年。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几台发动机而已，堂堂通用不至于吧？这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2022年老美制裁了俄罗斯国营钛生产商，而由它出产的钛占美国使用的近1/3。至于
于剩下的吗？2024年6月，美国航空管理局调查发现，空客波音存在来源于东大的可疑钛供应，要求立即整改。而早在1个月前，东大则限制了包括钛在内的稀有金属出口。双向奔赴之下，这下好了，钛彻底不够用了，没法子，只能苦一苦印度了。这准备造发动机，但发现没有钛，这就是成语基尼钛煤的来源啊。屋漏偏逢连夜雨，美指恰遇连环溪。印度现在搞不定的还不止发动机，原定从丹麦进口的发动机增压放大器因俄乌冲突躺枪，2024年被丹麦列入管制名单，拒绝出口。同时，以色列的飞控软件也需要更新。总之，一团乱麻呀。最新消息是，3月发动机大概也许可能还交不了啊。为了避免印度误会，通用坦诚表示，不是特意针对你啊，单纯我们菜而已。因为航空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压力。另外，等米下锅的光辉 Mk2 和5代机 AMCA 要用的 F414 发动机也有点小问题。2023年，莫迪访问美国时一拍即合，正式敲定由通用转让技术，与印度联合生产更强大的 F414，项目价值约10亿美元。随后，双方开始经典的细节磋商。2024年10月，通用以印度、俄罗斯合作密切为由提出担忧，等到12月，担忧倒是消了，只不过成本涨了，加上双方洽谈的技术转让比例达到80%，所以得加钱。不是一个个都跟毛子学坏了是吧？可这一个羊毛好啊！当然了，这还只是第一步。以印度不吃亏的作风，再综合法国达索与三哥的阵风协议，我估计接下来三哥得让通用全方位技术转让，外加为印度本土化生产的发动机提供质量担保，然后回扣也得吃够，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了，这活人还能被尿噎死。虽然发动机供应不足，但印度斯坦航空已经淘换了2手发动机装在光辉 MK1A 上开始测试，同时正计划建造第4条光辉战机组装线，将目前年产16架光辉提升到24架，以弥补交付延迟。好啊，发动机产能不足啊，造那么多组装线，飞机组装完堆机库，图啥呢？图95吗？后来坊间又是一首曾忆往昔首立项40年长，看今朝光辉少帅地动天响，引擎延期太紧缺，通用几度成歌王，探斯坦妙手加产线焊机忙。5代机名声扬，看航母更辉煌。今有左拉瓦面板10强，橡胶履带踏高原，涉水能过1米江。敬往昔总督豪情脉透心凉。朋友说，除了以上这些传统装备呢，印度在新兴领域也算锐意进取，比如无人机这也是个10年计划。早在2009年，印度就有相关研发，一直延到2020年，印度国防部宣布全面加速，据说是为了对抗东大的装甲机群。2021年第73届建军节上，印度陆军为展示无人机群技术，专门从不同角度发射了75架无人机演示。据说这些都是班加罗尔的一家初创公司制造，除了看着有点像大疆外，挑不出啥毛病啊。2022年国庆日上，印度无人机集群技术出现跨越式进展，陆军调集1000架无人机，在新德里举行了一场名为击退仪式的表演，现场可谓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啊！一直到2023年底印度本土制造的加塔克无人机终于试飞，印度语译为致命，然后就没了下文了能不能用不知道。最新消息是2024年10月，印度刚花了33亿美元购买31架美国 MQ-9B 死神无人机。不过当年另一名印度军官还发明了一款新无人机——卡尔加高速神风无人机，优点包括重量轻，能飞1500米，最大有效载荷700克。他长这样颇有少年宫文创的风味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印方说法是这款无人机配有导航系统和高清摄像头，还能防雷达。我担保这是真的因为它的制作材料是 KT 板，谁家雷达能检测泡沫板呢？根据印度国防部的说法，这尖端无人机每架仅需3万卢比，折合约350美元。就问你划不划算？此处我有一联，上联涨价还延期，机内没有发动机；下联两期又反弹，外部防护纸钢板。可能有人要问了，三哥有没有靠谱的呢？有的，阿斯米冲锋枪，该枪由陆军中校班索德出于个人爱好，历时4个月研发而来。而他的初衷很简单，总结一句话：跟这群虫子在一起，怎么能搞好军工？
2021年，阿斯米冲锋枪首次亮相后得到了德国的青睐，并提供技术支持。为了尽量减少工匠大神在制造阶段整幺蛾子，该枪采用的是碳纤维和航空铝结合尖端 3D 打印技术制造而成，生产成本不到5万卢比。相对保守的设计，完美契合印度的生产能力，满足军警实际需求，让这把枪一度被盛赞为自力更生的印度精神骄傲。2024年10月，首批550支阿斯米冲锋枪成功交付印度陆军。好家伙，设计、开发、生产只用不到3年，项目流程相当务实，全程没啥幺蛾子。据印方说法可靠性优于以色列武器工业的乌兹和德国科赫公司的 MP5，这在印度军工界堪称史无前例。现在设计靠谱了，技术也不超纲啊，接下来就看量产了。总之成就是喜人的，收获是可观的，努力是值得的，武器是3哥的。至于中出井盖的高超音速导弹，雄心勃勃要与美国波音、法国赛风联手，但暂缺发动机的5代机 AMCA 计划，还有印度防长造6艘航母、6至12艘新潜艇的宏伟蓝图，以及海军参谋长刚宣布2036年前拥有第1艘本土设计的核攻击潜艇的郑重承诺。军工校船只处处兵。不得不说这么多年下来呢，印度唯一不变的就是他的乐观，不管项目多烂，那真是一点都不内耗啊。而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也喜闻乐见，毕竟谁能拒绝给一盘印度馅的电子榨菜点赞呢？